Oh baby, say I love you, 'cause I want to be with you. 当我想你的时候，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啊。是吗？哪里不一样？你出来吃饭，然后你就光切薯条也没吃，你最爱吃的虾，你一口也没碰。那你就没有发现什么别的不一样吗？中了！传说中的指南针果然好用。哦，你抹口红了？好看吗？口红里含有的羊毛脂吸附性特别强，会将空气中的尘埃、病菌，还有一些有害物质全部吸附在你的嘴唇黏膜上。这样你在吃饭还有喝东西的时候，这些有害物质就会通过口腔进入到你的体内。所以我建议你吃饭的时候还是擦掉比较好。我还担心会破坏妆容，放着我最喜欢吃的虾都没吃，原来在你眼里根本就没区别。别擦了，挺好看的。你不是说不好吗？偶尔几次，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你给我剥的虾，这个算是今天的粉丝福利吧。谢谢。可是不想当粉丝。你说什么？啊？我是说，既然是粉丝福利，那我要再多吃几只。好。我先去一下洗手间，回来再吃。你怎么吃了那么久？你没事吧？当当当当，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猜？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喂，小乔，怎么了？你别急，慢慢说。好，你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过去。抱歉啊，我得先走了。你要去哪儿啊？小乔被电瓶车刮伤了，我得送她去医院。他自己直接去医院不是更快吗？而且你是脑科医生，又不是外科。我除了是医生，更是他的朋友。抱歉啊，今天没有办法送你回家了。你到家记得告诉我一声。啊，可是我跟你一块儿过去。你们来了，不好意思啊，又打扰你们约会了。没关系，反正你每次都有事儿，我都习惯了。上哪儿了？其他都没什么，主要是脚动都动不了。没事儿，应该没伤到骨头。我送你回趟医院吧。你那只脚能走吧？韩医生，你是想看着我穿着高跟鞋单脚跳过去啊？好，我扶你。要不我背你吧，我力气很大的。你就别添乱了。他如果再次磕碰到，
很容易造成第二次的伤害的。童心，上车。你送他去医院吧，我就自己回去了。那你到家了告诉我一声。嗯。哎，我跟你说啊，我就是要去相亲了，跟你说一声，说是 IT 界的高级工程师，约了一下，应该后天见面吧。哎呀，我准备先见面看看，如果感觉不错的话，也是可以发展的。我是来通知你，明天的谈判工作和后续的签约工作都由你来负责。大哥，现在是半夜2点半，不是谈工作的时间，而且为什么呀？我要回京海。回京海是明天的事情，你现在跟我说，你现在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哎，严总，严哥，景致，我的志啊，你干嘛呀？哦，你俩谈恋爱怎么比我谈恋爱还要累啊？哎，把手机给我可以吧？欺人太甚！我平时就喜欢待在家里学学做菜，看看电影，看看书什么的。啊，我也是，主要平时工作也比较忙嘛，然后空闲时间就不想搞太累了。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身高165以上，颜值中等，主要性格要好，有个稳定的工作，基本上就这些。那听上去我都很符合啊。哎，不，你已经超出标准了。那聂小姐找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吗？我只要她记得最爱的人是我就够了。啊，我记忆力非常不错的，有机会你可以考验一下。好啊。不介意加个人吧？你是谁啊？不重要，我刚才听二位的聊天，我有几个疑问，想跟你们聊聊。你能接受你的女朋友跟男老板形影不离，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吗？这个不太方便吧？好，你能接受你的女朋友24小时待命，随时听候老板的差遣吗？啊，我当然是支持女性工作的，但是这个公和私总要还是分开一下。很好，你能接受你的女朋友一直深爱着一个比你各方面条件都更优秀的男人吗？这当然不行。非常好，听见了吗？你不符合他找女朋友的标准。标准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嘛。哎，等等，你刚刚说的这些都是聂小姐？没错。你们认识？我刚才忘了介绍，我就是我刚才口中所说的男老板。哼，
现在终于安静了。让一让。干嘛去？本来我还为今天的相亲行程安排了别的东西，结果呢，托您的福，我现在只能一个人去了。我送你去。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北京出差吗？公司有急事，我回来了。那你去公司啊，你跑过来搅和我的相亲。碰巧遇到了看不过眼吧？请问我的相亲哪里让你看不过眼了？作为我的首席秘书，你找男人至少也有点水准啊。那个格子衬衫不适合。什么格子衬衫？人家有名字的，叫泽楷，名字好听得很呢。不过理性的来说，泽楷确实不是一个优秀的男朋友人选。但我要找的是一个结婚对象，毫无疑问，泽楷会是一个优秀的丈夫。你脑子没撞坏？哎，你注意安全啊！你看啊，泽楷的性格那么好，到时候生活琐事上呢，肯定会很好的沟通。而且他的工作每天只需要跟电脑啊、代码啊打交道，单位女同事都是个位数，出轨风险也小。最重要的是，我妈也喜欢他。你妈也喜欢，那你呢？你能跟一个毫无品味、跟你没有共同语言的男人生活一辈子吗？只要他记得爱我，我就愿意。呵呵，切！严景志，你是不是吃醋了？我没有。没有你呵呵什么？你管我？好好开车。我好好开车呢，我不知道去哪儿。哎，要不掉头回去见你的泽楷？前面右转。我不。请慢用。既然都来了，不打算聊聊吗？还记得这里吗？不记得。 5年前，在这个餐厅，这个位置上，你跟我求的婚。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一个人的痛苦。以前都是你给我讲星星的故事，今天也换我给你讲一个吧。 在罗马神话中，金星是爱与美的化身。罗马人都叫她维纳斯。维纳斯曾经与一位英俊的猎人相爱，但他怕猎人打猎太危险，便劝猎人不要去捕猎那些凶猛的大型野兽。猎人不以为然，维纳斯一气之下，便离他而去，飞向了神邸。没过多久，猎人在一次捕猎中被一头凶性大发的野猪撞死。维纳斯在半空中听到爱人的身影，他飞向地面，却只看到猎人浑身是血的尸体。那一刻，他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陪在他的身边。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办法改变猎人的天性。
到时候结果是一样的。不试一试，怎么知道结果会如何呢？我觉得你还没有考虑清楚，我们改天再聊吧。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所以我带你来这儿，我就是想在当初结束的地方，我们重新开始。严景之，我不管未来你是否记得我，我都愿意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面对。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就算我们今天在一起了，明天我有可能会忘记。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和感情。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我自以为是的离开了你。我满心的以为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事实证明，我们都办不到。既然这样，不如我们让一切都回到原点，顺应自己的心意。无论未来是什么，我跟你一起走下去，好吗？你会后悔的。也许吧，但我不会为了未知的事放弃眼前的幸福。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决定好了吗？经过时间的波折，都会在一瞬之间懂得，学会了依靠。早，新生姐早。哎，童心今天怎么迟到了？啊，你说小童心啊，请病假了。这孩子跟他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一天到晚的玩电脑、看手机啊，点外卖，还一点都不运动，身体能好吗？你还好吗？没事儿，休息一下又是一条好汉。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带您进入正片内容。严总，这是商场5周年庆典的策划案，您过目一下。放这儿就行了。对了，这周末行程取消了，您看您是过来加班还是准备休息呢？你想干什么？我想和男朋友约会喽。可以，聂秘书说了算。严总怎么这么好？对你好，最后取悦的也是我自己。过来。等一下，你现在是老板还是男朋友？男朋友。那不去。为什么？我们老板很凶的，他说不能因私事影响到工作。哦。聂秘书，过来一下。老板有什么吩咐吗？我胸口疼，帮我揉一下。严景之在公司呢，能不能正经一点？如果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到时候我再把你忘了，你不是更有保障？这种靠绯闻撑场面太没有技术含量了。我已经想到更实用的办法。说来听听。说完了。非礼勿调皮。愣着干嘛？进来啊！你说我约了这么久，你就请我吃串串啊？包场的待遇，配得上赵总的身份了。
那说明我在甄小姐心里还挺重要的。想吃什么随便你。那我就不客气了。哇！哎！哇！你吃过这个？当然吃过了，创业那会儿天天跟公司的人一起吃。不过那个时候呢，只敢点面和青菜啊，什么肉啊、丸子啊，这都是奢侈品。今天我得吃够本儿。今天我就让你吃够本再走。今天我可以吃穷你。随意。哇！哎呦！哇！你要喝什么？我去拿。哎，别动！这种事情让男人来。什么？可乐。好嘞。特别的味道，谁也替代不了，在我世界你最重要。哎，常温的。你的是你给我大大拥抱，我为你翩翩舞蹈，不发一言会计较。甜蜜的是你给我温暖外套，我对你深情介绍，你就是我心中的被我迷住了？我呸！哎，更想在你的身边，就是想把我所有的秘密都放你心底，爱你分开随时随地，你就尽在眼里。我知道这就是你的好，我正是开始，今天你让我看到我真心。还是上学那个味道，一点都没有变。你毕业之后就没吃过了？当艺人之后必须要控制饮食。之前呢是经纪人看着我不让我吃，之后我意识到上镜发胖之后再也没有碰过这东西了，所以我跟你一样，吃一顿都是奢侈。来，对了，包场就要有包场的气势。放你心底，爱你分开随时随地，你都尽在眼里。我知道这就是你开始，我正式开始。今天风雨让我看到真心，你是我幸福的预兆。哇，严景之先生，请问你在做什么呀？需不需要场外协助？暂时不需要你的帮助。你在拍视频啊？对啊。这就是你说的实用的办法。我们可以拍一些生活的日常，这样万一你以后又忘了，这些视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曾经在一起过。最好是用不到，那我们就留作纪念，以后当传家宝。来，下个。咦，大特写。拍这边侧脸比较帅。臭美。这儿给个特写。还指挥我呢，好好切。男朋友的肩膀给你靠。不用了，我坐久了，起来运动运动。
行者，你是不是有点晕血啊？没有，就是忽然头有点痛。那不看了吧，你进去休息吧。那你陪我一起吧。我每天晚上都要跟我妈视频呢，现在时间差不多，我回去了。晚安。晚安。爽，又长又爽，就得我上不来气儿。你说我是不是得胖？我吃了这么多。不会，多运动运动就好了。哎，这不是你母校附近吗？走啊，逛逛去。母校就改天吧，被认出来太麻烦了。改什么天啊？择日不如撞日。太麻烦了，你不知道。是包场吗？啊。真念。啊，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我是你的粉丝，不可能认错的，就是你。跟我拍张照吧。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咱们今天既然碰到了，不如就一起拍个照，怎么样？好。后排的人把手机拿出来，对，拿出来，蹲低一点，前面的人蹲低一点，来，准备，3、2、1，跑！慢点，慢点！哎，脚，哎痛！我发现了，跟你出来不仅要全副武装，还得穿运动鞋。痛啊！当然。你干嘛？换我的鞋。那你穿什么？光脚呗，不然穿你的。愣着干嘛？走啊！你那边也没有？我这边没有，我找过了。要不签名呢？往这边走了。去这边啊！去这边找找。走吧，去这边找。要不咱们去那边？
哎呀，阿姨，阿姨您这也太酷了吧！景致，你看，你怎么没什么反应啊？我习惯了。哈尼啊，谢谢你来接我。应该的，阿姨。哎呀，宝贝儿子，你怎么又瘦了？叶女士，你每次开场白都这一句。那你就是瘦嘛。生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你不是去参加什么哈雷拉力赛了吗？那肯定是你重要嘛。要不是子玉跟我说啊，我都不知道你生病了呢。阿姨，她这个不是器质性的问题，所以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真的吗？您放心。那就好。阿姨，改天你也教教我怎么像你打扮这么酷啊！啊，太好看了啊！是吗？你喜欢？当然喜欢啊！那好，改天我教你。您吃点水果。星辰啊，趁着景致不在，我们聊点心里话。好啊。自从子玉把景致的病情告诉我以后，作为母亲，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陪在我儿子身边。您不怪我吗？如果不是我，他可能也不会一而再的失忆。我怎么会怪你呢？就是因为你，景致才变成了一个懂得爱的人，没有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台赚钱机器。而且就算要怪，那也得怪我呀。是我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您别这么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景致小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他小时候挺好的，我没有。我想到一件事。景致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父亲的事业心很强啊？我有听他提到过。我们刚结婚那年呢，感情非常好，过了一段特别幸福的时光。可是后来渐渐的吧，他父亲的生活就都被工作占据了。我能在家看到他的时间越来越少。我这个人吧，又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我为了他把工作也辞了，每天都在家无所事事。那些年呢，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也的确是干了一些傻事儿。没事儿的，都过去了，那么多年了。后来我们的生活呢，就是每天的争吵，感情也在这种争吵中消磨殆尽。直到景致8岁那年，我们俩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争吵。也怪我太冲动了。妈妈，你醒醒啊！景致，回来呀，妈妈！出院以后啊，我跟景致的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景致跟着他爸爸生活。从那以后，景致好像也不记得当天发生的事情，我们自然也没有再提起。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对景致造成影响。我看书里说，人脑中会储存潜意识的记忆，可能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
他对你有多大影响？这件事会不会跟他的病情有关？严先生，您会经常做梦吗？有没有特别记得的情景啊？我经常会梦到一些片段，梦见一个女人带血的手腕，还有一地的血。这是单纯的噩梦，还是你曾经亲眼见过的画面？我不确定。星辰啊，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我觉得时间长是好事，说明他愿意配合医生啊。没事，咱们再等等吧。刚才您母亲找我交流过，我了解到，在您8岁的那年，曾亲眼目睹过她轻生的一幕，也就是你梦中出现的画面。你是说，那为什么我自己完全没有这段记忆？一个人在受到外部刺激后，会选择性的忘记、不愿意记得或逃避一些人和事。虽然你不记得这件往事，但它在你的潜意识中造成了很深的影响。所以，我失忆和这段记忆有关。目前看来是这样的。由于你从小目睹了父母因为爱情闹得两败俱伤的情景，所以潜意识中你既渴望得到爱情，又害怕被他所伤。你的意思是，我害怕受伤，所以选择忘记？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是这样的。事实证明，你一旦陷入了爱情，就会启动内心深处的自我保护机制，从而忘记与恋人有关的一切。那如果我配合治疗，有机会痊愈吗？理论上来讲，只要你能打开心结，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心理功能的。不过每个人的情况和配合程度都有差异性，对治疗时间和结果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小柔姐，谢谢。怎么样？怎么说？我每周都会来3次。好，那我帮你安排工作时间。谢谢。你先这边坐一下吧，我去给你拿点喝的。叶女士，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不然他不敢回来了。那个事儿，医生都跟你说了吧？宝贝，妈妈对不起你。哎，我不但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我还成了你人生路上的绊脚石了。我要早知道是这样，当年我肯定不会把你丢下的。你没有对不起我，你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我不怪你。真的吗？小时候怪我，现在不怪了。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和我爸结婚。其实啊，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在你身边陪你长大。
我离开你爸以后呢，我找回了自我，我潇洒的环游世界，我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也知道，离婚对你爸来说不会改变他的性格，但我还是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你一个孩子去独立承受。在失去母亲以后呢，还得去独自面对一个严苛的父亲。景致啊，妈妈的自由都是用你的痛苦换来的。都过去了，我现在很幸福。对，我现在看到你这么成功啊，我真的很感恩。毕竟从小到大，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为你做过。你为我做过的很多，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你来看我。可是，我觉得你一直都不怎么爱理我啊，你也从来都没有说过想我，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呢。但是我知道，说了也没用。那我现在要不要为你做点什么？我每天陪你啊。哎，我帮你跟星辰带孩子好不好啊？你就继续做自己，千万不要为我改变，这样就算是为我好了。那你还会像以前一样爱我吗？当然了。宝贝，那妈妈现在可不可以哭一会儿啊？啊，不要了吧，待会儿星辰回来看到不好的。就是要让星辰看到嘛，妈妈做戏也要做足啊，对不对？不是答应我要回家的吗？你还在加班呢，我哪舍得一个人回家？你少拿我当借口，你就是想把今天落下的工作补上。你别笑，我跟你说认真的呢。你现在需要减轻工作压力，好好的休息。这样吧，以后除了需要你签字的文件以外，其他的都交给我。可以吗？不可以吗，严总？当然不可以，我不想你太辛苦。那等你治疗结束，你给我放一个带薪长假。如果是婚假的话，我可以考虑。对于国际国内的旅游发展趋势呢，我现在来讲解一下。21世纪的世界旅游发展，一切都来不及逃出去，深深被你吸引，在心中的秘密，该怎么告诉你？你是否愿意和我在一起想说一句我爱你？星辰姐，你看一下这个，走。我爱你，渐行渐离，我变得还绝情，忍不住会想你。糟糕，我好像被你动了心病，是心跳的声音，一切都来不及逃出去，深深被你吸引，在心中的秘密，该怎么告诉你？你是否愿意和我在一起想说一句我爱你？吃饭。一天醒来都是坚持，我爱你全世界。那我走了。我儿子可就交给你了。放心吧，阿姨，有情况我随时跟您更新。
您比赛的时候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哎呦，我是真想让你赶紧成为我的儿媳妇儿呢。好了好了，不说了，那我先走了啊。回头发照片给你啊。好，来抱抱。阿姨一路平安。走了啊。拜拜拜拜。再见。